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刚发布的 Realme 的 Q3 系列。我手里的这两台呢，是我们前期一直在体验和测试的型号，一个是 Q3，还有 Q3 Pro。但这次呢，有3个型号，我感觉 Realme 是卡在这个 timing， 各家都还没有进入1000万元左右的这个市场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市场全部给覆盖掉。不过真体验小白测评 Realme Q3 系列马上开始，我们还是例行做一个开箱。Q3 迷幻银色，黄色的主题色。好吧，这其实我们也测试过了。它的中杯和大杯啊都是30瓦的充电。在体验之前呢，还是先大概说一下它的价格，基本上就是在1500元左右，而且我还说的是它的这个大杯，也就是它的这个 Pro 啊，相对来说要权衡一下，要妥协一下的，大家不要挑刺的那个态度啊。OK， 现在我们先打出来一张基础参数表啊，全部给大家列出来，然后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特别的标红。我现在手里的这两台呢，就是银色和这个黑色版本的这个 Q3， 它们呢是这个全塑料的机身，是这个光面的设计啊，相对来说啊，确实比较容易沾染指纹啊，包括这个银色的是吧？刚才拆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。但是如果你勤擦着一点的话啊，把这个手机摆在那儿，就是你不太能够感受出来它是一个塑料背板的手机。它这个中框啊，那种磨砂处理的质感。后背的这个 ID 呢，还是大字母加上这个贯穿式的亮条这么一个设计。它的 slogan 赶越级，而且呢，这次它在配置方面，尤其是 Pro 啊，确实有一些越级。后面这个镜头呢，凸起的部分并不是特别多。中光方面，相对于它背板呢，都做了这个同色的处理，这一体化感呢还是不错的。这两个机相对来说，我更喜欢银色一些，尤其是这个光打上去的时候，它这个抛光这一面还有一点点那种彩虹的感觉啊，五彩斑斓。Q3 这两台机器一上手啊，有一个感觉还是比较轻薄的，它是189克加上8.8毫米的一个厚度啊。这时候小伙伴可能就会觉得啊，这个你做到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说中规中矩，不能说是特别轻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台机器有5000毫安时的电池，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内部堆叠是不是还可以了 ？OK， 这个系列的大哥 Pro， 它的后背呢是采用了一个磨砂的这么一个工艺质感，但是它保留了一些光泽感，就以上头为圆心，有光打上去的时候会向外有一些散发。不过啊，这块屏幕啊是这次很越级的一点啊，我点亮一下，哎，下巴稍微有一点点宽，它是3边不等宽的一个设计。这块屏幕呢是来自三星的120赫兹的 OLED 高刷屏，而且它有36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正面它有这个立体声的双扬器啊，不过它是这个听筒式的啊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体验之中的这块屏幕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好啊，毕竟三星120赫兹 OLED 嘛，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好配置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 Q3 打开，相对来说呢，大哥就是大哥是吧？这个边框方面4边啊 Q3 呢都要更宽一些，而且挖孔的尺寸方面 Q3 的这个挖孔也要更大。还有很多小伙伴比较在意的 LCD 的挖孔屏，它有一个天然的毛病，那就是在浅色界面下，它这个边角的地方有偏暗的这个问题。这个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次，这不是手机厂商的锅，是整个 LCD 挖孔屏这类产品的问题。这两台手机我感觉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。我们这里有一台啊，这个基本上都不太明显。然后另外这个黑色的在挖孔的这个左上角稍微有那么一点点，当然这个对比之下，这个大哥的效果要更好一些啊，而且它的亮度也更高。这3款机的屏幕方面虽然说有 OLED 和 LCD 之分，但是呢，针对于它们的对应价位和级别来说吧，在刷新率方面，我觉得这次是值得点赞的啊，在一些非常入门的机上，也都给你上了比较高的刷新率。Q3i， 也就是这个小杯，它都是90赫兹的 LCD， 然后这个 Q3 是120赫兹的 LCD， 而且它给你加了1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。这句话应该怎么说？高刷新，平民化。估计很多小伙伴比较在意，比如说这个 Q3i 还有 Q3 的这个 LCD 的屏幕啊，这个 LCD 的这个屏幕呢，反正我个人视觉观感上是非常喜欢的啊，唯独就是在亮度方面，它照这个 OLED 的屏幕肯定是要差一些的啊，这个是你需要注意的。这个时候依然觉得 LCD 屏幕是最爱的，可以把 LCD 永不为奴打在公屏上啊。这台 Q3 Pro 是引力黑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颜色。萤火虫色，这次也是一个主打色啊，估计你在各种途径已经看到它了。它的赶越级的这个 slogan 的这几个英文字母啊，是由夜光材料专门打造的，而且呢，它好像是
专门嵌进去的，特别严丝合缝。Pro 版的是6.4寸的，另外2个呢是6.5寸的，再加上另外2个边框稍微要宽一些啊，整个机器要更加厚重，要更加大一些。这个 Pro 版拿起来是比较轻薄的，它只有179克，也是全系里面最轻的。当然它电池也稍微小一点啊，4500毫安时的电池也是够用的，然后8.4毫米。大哥 Pro 这边呢是天玑的100，然后另外2个，一个750G，还有一个天玑的700。前面这个818、870大家可能见多了啊，对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。除了他们3个处理器是分档的之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有大哥是 UFS 3.1的，另外2个都是 UFS 2.1。但是这次相对于之前的 Q2 Pro 来说呢，也算是有升级的啊。然后他们的全系都是 LPDDR4X。我们来看实测。实测数据上 ，Q3 Pro 搭载天玑100，CPU 单核781，多核2540。GPU 方面，3D Mark 得分6853，略低于天玑的1200，但相比于上代 Q2 Pro， 这性能直接算是翻倍了。储存方面，天玑100支持 UFS 3.1满血版，持续读取1977兆每秒，写入高达1325兆每秒。这台机竟然位列数据库第1啊！随机读写也不错，位列第3啊。娱乐兔综合跑分68万加，在1000元机这个档位段啊 ，Pro 还算是非常给力的。实际体验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8G 版本 Q3 Pro 平均用时118秒，有轻微杀后台的情况。Q3 则慢了许多啊，排名靠后，期待后续优化。续航方面，120赫兹的模式下，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，Q3 Pro 剩余57%的电量 ，Q3 剩余66%的电量；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，Q3 Pro 剩余19%的电量 ，Q3 剩余32%。2个榜单均位列数据库第1名。但需要注意的是 ，Q3 仅支持和平精英30帧或者流畅加40帧。充电上 ，Pro 砍掉了65瓦的快充，全系30瓦，0到100% Pro 用时61分钟，暂无涓流充电。电池更大的 Q3 用时65分钟，完全充满用时69分钟。发热方面，1小时和平精英 HDR 高清加40帧 ，Q3 Pro 机身最高44.5摄氏度 ，Q3 和平精英高清加30帧，机身最高41.5摄氏度。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啊！说实话，用这个机器跑原神确实有点过啊。Q3 Pro 平均帧率48.5帧，低于大哥 GT Neo 的51.8帧，和骁龙870自然是有比较大的差距。Q3 平均帧率29.2帧啊，游戏时建议调整为30帧更为合适一些啊，毕竟 SOC 才750G 嘛。功耗方面自然也不高啊 ，Pro 这边整机5.15瓦，标准版的 Q3 平均4.83瓦。受限于 SOC 的极限性能，原神整体发热也并不高啊 ，Q3 最高是48.7摄氏度 ，Q3 Pro 最高50.9摄氏度。作为对比，天玑1200的 GT Neo 机身最高53.9摄氏度。总之 ，Q3 系列的升级主要在 Pro 版本啊，天玑100照之前性能翻倍，但也有一定的妥协，砍掉65瓦的快充，虽有取舍，但整体来说，在1000元这个价位段，数据还算不错了。当然，还是要看你个人的需求倾向。在相机方面，我们还是列一张比较详细的表格，因为这3款机型的相机型号差别还是比较大的，你可以暂停查看。我们还是以 Pro 为例啊，它是采用了一颗来自 OA 的6400万的一个主镜。Pro 的这个模组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，把这个镜头模组呢给做的特别平，而且没有做任何纹理，跟旁边的这个磨砂质感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。Q3 这里啊。它这里有一个，你看着好像4摄啊，其实这个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战术镜头，就是没有镜头，它这个加了一个 AI， 然后把这个闪光灯呢做成了一个横置，然后主摄呢是来自3。OK 啊，基本上这个机器的各方面的体验呢，都跟大家聊到了啊。当然也特别强调一下，它也是保留了非常先进啊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极为先进的啊，这个3.5毫米的耳机孔，可以把极为先进打在公屏上。整体的这个 ID 设计方面呢，其实也算是延续了之前 Realme 的一个风格，因为 Realme 这机器啊。之前它的 ID 设计风格一直都没有一个特别固化、特别固定的啊，比如说它的旗舰系列甚至都没有。但是比如说感应节大字母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设计，我觉得也挺年轻化的啊。其实 Realme 整个的一个品牌呢，越来越给我们感觉就是特别年轻，它就是我要俘获那一帮年轻人，就是我要为那帮特别潮的年轻人打造。这年轻人也有特点啊，就比如说确实预算不是太高，他们的产品的性价比也都比较高。之前我们也说过，大家一提到性价比这几个字的时候啊，肯定都觉得啊，这个是不是 Redmi 啊，是吧？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。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个 Realme 的啊，其实很多手机比 Redmi 的那个性价比还高呢。反正这3台机器，如果让我挑一个锚定版本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 Q3 Pro。当然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啊，它们全系都是没有 NFC 的。
然后在震动的马达方面这个 Pro 是 Z 轴的，然后另外2个它是转子马达。性价比方面，我觉得尤其是 Pro 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多的。当然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售价，如果要是这个 Q3 和 Q3 价格也非常低的话，那他们性价比应该也是都非常高的。OK，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更多人更精彩，记得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过认钱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